电视剧《月升沧海》已经完结了，可观众一致认为结尾太仓促，删减掉太多大家期待的情节。不但袁善健不仅没有和程少商订婚，连大家最期待的凌不疑的二摇手臂向程少商下跪求和的场面都没有了，观众的心快要碎了一地了。5年后边关归来的凌不疑开始了追妻之路，程少商怒骂凌不疑是疯子，凌不疑面不改色地说他也差不多。程少商骂他混账，他说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无情无义，自私凉薄，我这样不好，你还缠着我干什么？程少商恶狠狠地对凌不疑说。凌不疑没有回答，对着犹带血迹的弯翘嘴角愤怒地深吻下去，像咬住猎物咽喉般发狠。程少商呜呜痛哭着推搡着他的脸，一如既往，他狠不下心，只能放过他。凌不疑告诉程少商，遇到他是他从6岁之后最美好的事情，遇到他之前他从未想过要结婚，遇到他之后他动了心。可孤城之事一直没有线索，他便不敢向女孩迈进一步，只能看着他和楼瑶定亲。可后来他和楼瑶退了亲，孤城之事有了新的线索，他以为在他们结婚之前他能处理好所有的事情，所以便不顾一切地抓住了女孩的手，开始幻想和女孩今后的人生。他们会像所有的恩爱夫妻一样，每天甜甜蜜蜜的生活。可顾城的线索断了，他别无选择，他不能让程氏一族因为他的事情丢掉性命。程少商认真听着，慢慢回忆，他们之前认识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却好像共同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多次救他性命，而他也在他陷入绝境之时，替他在皇上面前求情申辩。可那都已成往事，他们应该各自别过，成家生子，说不定20年之后老友相聚，还能说说笑笑。凌不疑把他搂入怀中，紧紧抱住，我不与你做老友，我们要做老夫老妻。程少商把头埋在他怀里，无声地落下泪，但他依然不愿意原谅他。犯了错的人凭什么要得到谅解？他一把推开，他想要离开。凌不疑一把抓住他，单腿跪地，牢牢靠着他纤细的腰身。你别这样狠心，6年前是我对不住你，别人不明白，但我明白。你从不肯相信别人，也不愿意赖别人，可是我逼着你接纳我，等你全心全意要和我过日子时，我却舍下了你。程少商哭了。小时候他被父母抛弃，之后的10几年中受尽冷眼，跌跌撞撞，好不容易活着等父母回来，以为自己的人生将来个大转变，最后还是只能靠自己。而他凌不疑在没有经过他同意的情况下，蛮横地闯进他的世界，要他相信他，信任他。他好不容易打开心扉，接纳他，依赖他，最后却猝不及防地被他丢弃。凌不疑也落下泪来。如果自己的父母兄弟都好好活着，从来没有过灭门惨案，那他一定会去他家提亲，然后他们欢欢喜喜地做了夫妻。程少商哭得眼泪模糊。如果霍冲夫妇而活着，所有人都活着，那凌不疑一定是整座都城中最英明开朗的青年。他们依然会在灯市上相遇，但凌不疑不会再有任何的顾虑，他一定会大大方方地走过来，然后自己会一脸花痴地看着他发呆。他们的结合一定会成为佳话。凌不疑双目发红，他抓住程少商的手，放在自己的脸颊上。你别这样狠心，求求你，别对我这样狠心。程少商再也装不下去了，像个孩子般一样的哭了起来。他一直以为无论凌不疑说怎么样的好话，他都不会再原谅他，而且他要求自己不能原谅他。可现在他败得一塌涂地。就在程少商和凌不疑都哭得有些恍神时，门却被2公主、3公主还有几位贵妇打开了。于是他们看到了单腿跪地的凌不疑，哭得一塌糊涂的程少商，还有他们衣服上的零星血迹。虽然2公主替他们阻断了这件事情外露的根源，但宫中的几位大臣依然知道了，因为他们的媳妇儿实在没办法把那天看到的场景当作没看到。桀骜不驯，永远不懂得低头的凌不疑竟然在向程少商下跪，这样的大新闻没有人可以分享，实在太可惜了。所以几位大臣知道了，皇上也就知道了。但文帝对杨子的这个行为非常满意，杨子的婚事有望了，他这个老爹怎么能不高兴？
程少商和凌不疑之间6年的隔阂，正是因为有了这2个名场面，才有了一些突破和缓和。可电视剧却没有播，所以很多观众都接受不了。